Hi, Christine, how are you? 你嘿，好，好久不见了。哎呀，对呀，哇，多少年我都忘记了。我是香港，是一九1998年到2001年在香港3年了啊。开的那个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呀，是我所以，那时候做系主任。所以呢，那时候啊，我就请徐安华过来跟我讲课，说他就进来就是一个副教授，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和他就是大概每隔一天都联络哈，所以那时候就比较熟悉哈。嗯，你还记得你是我老板吗？哎呀呀，哦，那哪一个骗子啊？没有，没有啊，我那个时候我在新媒体那边叫那个 photography，对对对，你对，是我老板，你都忘记了。我不是个好老板呢啊。希望还有机会跟你合作。对对。你，然后在香港，你有跟徐安华聊到那个《男人四十》吗？那个时候刚好差不多那个时候拍完，没有，他其实刚刚拍完，他哦，拍完那年我走的呀。不过呢，我们谈到琼瑶那个写作家写那个小说的，我年轻的时候呢，teenager 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琼瑶的《蓝与黑》啊。哎呀，好甜呐！她是第一次一个女人呢写女人的故事，是非常对我来讲是，真是忽然之间把眼睛开放了哈。不过呢，他的故事都是有一点有肉麻呀，有一点肉麻，you know，太，不是苦就是乐哈，就是没有中间的哈。不过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很深的哈。你呢？你你我那个时候你怎么认呃，识袁华的？文华是应该是关锦鹏导演，就是 哦，Stanley，因为他以前是帮许鞍华当副导演的，所以我有帮 Stanley 他拍几部电影嘛，然后哪一个片子？有好几部啊，那个Hold Me Tight 第一部是之前还有一个纪录片，然后拍了3部吧，然后后来他就介绍我跟认识许鞍华，然后许鞍华就找我拍片，这样是这样子。然后对啊，那个时候年轻啊，有什么机会都会去尝试啊，很好玩的。我对，看过那个他的《Boat People》，许鞍华的《Boat People》，哎，好棒啊，在越南拍的嘛。我还对看他一个片子，关于他妈妈，他妈妈是日本人。这个片子我觉得呢非常感动，反正非常感动，因为呢因为这个老师和这个女孩子，当然没有什么知识方面来intellectually 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个老师呢，大概心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奇的一个经验。女孩子演的也不错，and Anita Moore was very good。他们两个演员呢，我觉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你做摄影的，我觉得那个摄影的拍片的那个美学是很呃对那个故事有非常联络上去的哈。因为你的镜头very moody 很多moody 中文怎么讲啊？哎呀，有 mood 哈呀。嗯，而且呢，那个 camera 也那摄影的那 camera movement，也是很稳定，而且呢有它的方向，从左边到中间，再跑右边，我觉得拍的特别好看。谢谢谢谢。那个很和多都和那个故事有直接联络，因为拍的方式和那个故事，因为故事是非常内心的，很多内心的感情，不是 dialog，不是讲话哈，很多内情的。而且那个我觉得安徽的导演就是很多呃 body movement，
脸的那个反应，不是很多对话，我觉得特别好呀。嗯嗯，对我记得有几场戏，特别是那个张学友跟 Karina 那个男女主角，他们就是用特写来拍他们几场戏，就特别，然后特写里面还加那个 movement 去摇两个人啊，那个轨道啊，这样，哇，这个蛮紧张的，因为特写整个画面很容易差一点就 miss 掉他的那个什么时间点摇过去啊，什么都是临场决定的，哇，那个哦，我问你，你拍的时候是胶卷吗？35胶卷吗？还是 digital？对啊，35那个时候35很麻烦啊，我们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digital。因为超级媒体学院我们刚刚开始都是用 digital，那2000年呢，哈，那刚刚开始都是转到 digital，那新出来的 digital 真的难看的要命，真的不好看。哎呀，不过呢，那个胶卷呢的 film 就那是开始慢慢太贵了，没有地方冲洗，没有地方，哎，所以呢。我后来在香港的时候，我拍了一部小片子叫《哈哈上海》，那是一半胶卷，一半 digital，混起来的。都是你自己长进吗？你是 cinematographer 吗？每一部很多，我拍了很多片子，不过我拍的都是纪录片子。记得我看过你的一些照片，是你扛着那个摄影机的，哇，很厉害。对对，你那么瘦，你那么瘦，但是你都扛起来，哇，好厉害。人家都有的说我看起来像个三脚架子，tripod，然后三脚架子，因为它设计不是给我这个身体设计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横着戴的。我就那时就决定啊，我就抗着牙齿啊，一定要 conquer 这个，怎么样啊？华裔女人还可以演的摄影啊，得到圣丹斯最佳摄影奖，最佳摄影奖，我觉得蛮骄傲。你得奖太多了吧？我看过网络上好像你有60多个奖得过。大概80，去年得到最佳呃jury award 在 Sundance，还拿到 Life Achievement Award 在Hot Dog，原来在加拿大的影展。嗯，那个奖啊，奖和钱呢、不一样啊。不过呢，对我来讲是很光荣的，因为我和徐安华差不多年纪，我们是第一批女人拍电影的第一批。后来呢，现在越来越多了，我的学生一半50%都是女孩子，不过她们没有这个勇气，不敢，还是不太敢女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再加上呢，啊、如果你做错一点小事情，一大堆人在后面会骂你，所以不太容易。做女孩子还是，哎呀，还是冤枉冤枉。那你拍片的时候，你在香港，你跟 Anne 有聊蛮多嘛？那你说你自己拍片的一些情况，一个女人特别辛苦嘛，拍片。那你许鞍华他有跟你提他拍片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吗？或者是你记得的一些，他谈到一些心里面的感觉吗？有选好的优点是什么？他没有孩子，比较轻松。像我呢，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有2个孩子了，所以有孩子，再加上有工作，责任呢，有的时候要分得很开。私人的故事不能混在工作上，工作上不要带回家，这是不太容易。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没有什么书可以读，没有前辈说做个女人导演，做个女人摄影，这些问题会发生。当然没有人劝告我嘛，所以有的时候冲突啊，非常冲突。因为你工作完了以后，你要把工作放在外面，回家做饭啊、洗衣服啊，一大堆问题。你看孩子们做功课呀，完全不同的世界。
后来呢又做教授，教授是第三个环节，是一个学院，一个学校，是你要把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能力怎么样传到学生身上哈，还要看他们的作品。那看他们的作品，你不可以太厉害，我说这啥呀，乱七八糟的，你还要非常温柔的跟他们批评，不是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拿的学费太高了嘛哈，所以你不能和他们吵架。不过拍片子啊很难的，拍尤其是拍纪录片子，如果你失掉这个镜头的话，不能重新重复，你不能回去再拍的，所以当场是非常紧张的，你一定要 capture， 你怎么样把这个镜头照下来，因为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剧情片子还可以，因为你可以再重新再拍，那 take two take three， 像李安他妈的你的 take 23 23次。赵永发说：“哎呀，因为呢拍那个Crushing Tiger 要飞来飞去嘛，他们要带架子啊。他说飞了20多次还没拍完。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嘛，像那梅艳芳啊、张学友，很好合作。我还记得张学友在路边啊，很多人围住他要跟他聊天，他也跟大家聊天。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对啊，他那个便当啊盒，他也吃便当盒，他也没有这个。然后许鞍华也是，我还记得许鞍华，我们第一天去看景啊，要去location recce 嘛，他去看景的时候，他都是走到哪里看到地板呢，那个因为还没有布置那个房间是空的，他就坐下来在写 notes，就坐在地板上。我记得他跟我说以前呢，他拍片在中国里面拍片很不一样嘛，那个制度就有一个人会因为那个分工比较仔细，就有一个人会拿着一个椅子，一个折起来的椅子。他看到导演就是许鞍华，看到他在哪里没有走路，站在那边，他就会打开那个椅子给他坐，他就觉得很不。许鞍华说，他性格是这样，很平易近人，然后不会分阶级的。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他跟你也是，他不能，他是一个想到什么马上要去做的人。他平常去看景啊，他好几次常常会看到什么，他都会冲过去那边，然后路都不看就跌倒，然后又爬起来又走。他常常是这样，就先不想，他就冲过去了，这样就想要做什么他就冲过去。然后就是这样子他的性格。然后我记得他跟我说，他以前有看算命，有跟他说他的命里面，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鞍字嘛，鞍是那个马鞍的鞍，就是坐在马鞍上面，所以会摇晃，就人生会比较不稳定啊，这样子。他可以改做平安的安，他就可以平静下来。他就说我不要，我就是要这样，喜欢这样。这个片子呢，就是的 Rhapsody，就和其他的政治电影脱节了。对我来讲是完全用人的感情来结构这个故事，所以和其他的台湾的或者大陆的或者日本的或者南朝鲜的宣传片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不知道你住上海的时候，你有去长江吗？长江，因为长江呀，为什么？因为这部片子那个《男人四十》啊，《July Rhapsody》里面就对，常常。你去过长江，对，Yeah，对，其实我收到剧本的时候啊，那个不叫做《男人四十》，那个片名，收到剧本一开始的时候叫《远洋航行》。就是航行，就是可能故事里面有讲到去那个长江啊，当然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编剧按西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他觉得人生
他很多的故事里面，他还有感动嘛，从一个人读书的时候的经历啊，然后成立一个家庭啊，然后到40岁啊，整个家庭儿子啊，然后又回去面对他的那个老师啊，整个也是他的人生跟文字是交叠的，然后那个人生跟文字也是一个好像一个航行一个旅程一样，很远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吧。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是叫《男人四十》，后来呢，可能因为徐怀也拍一部叫《女人四十》很嗯卖，是上方的那部，所以就改的是《男人四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想要制造一个氛围，要做一种颜色，就是玄华蛮明确的，就是回忆的部分，那个红色花的树啊，那个它有那个希望那个记忆是红色的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你看到，就是因为是拍底片，很难说局部像现在数位这样局部来调颜色，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画面就是用一个 filter 来做比较粉颜嗯色的，但是整个片子来说呢都是一个蓝色调比较强烈。那时候做底片也很难，因为你可能三个原色就是调光的时候可以偏某一个颜色，但是这不可能，这是会整个画面都偏了。这不可能局部的去调嘛，那个时候没有数位，也调 contrast 也不可能，就是拍什么它出来就是怎么样那个 contrast，所以我就用一种叫 flashing 的方法，我不知道Christine 有没有做过，那时候要求那个冲印厂，他们先把底片还没拍之前，先曝光一次，就是暗暗的曝光，曝一个蓝色调。然后所以它的暗部会偏蓝色，其他就不影响它的高光的部分，它其他的颜色不影响，但是它暗的地方就有一个淡淡的蓝色，这样，嗯那个哇，好像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要求冲印厂做这个事情，他们不希望做，因为香港做骗子啊，每天很多骗局是冲洗，他还要帮你搞这个，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读书啊，看到很多国外什么像一些大的摄影师啊，在美国啊，他们冲洗啊，都可以做很多效果，所以我们也很兴奋，想要去尝试。但是在香港，哇，要很努力去跟他们谈啊，哇呀，去扒梗很久啊，他们才帮你做一点点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氛围也是这样做出来，就是所以整个片子会有一个偏蓝调，然后回忆的部分红调，然后还有他跟他儿子一开场那些在海边那个段落，就是两个人讲整个把那个故事讲出来，中间会穿插那个海滩的时候，就是比较偏黄比较多白的部分，所以主嗯要是三个交错，三个颜色这样交错拍出来的。那拍的时间是多少？你拍的多长？忘记了，但是那个时候香港拍片也没有多少天了，大概1个月左右吧，顶多也是35天，没有太多。那你的比率是什么？嗯，比率那个是什么？不会太多，因为拍呃呃，都蛮一个镜头他拍是多少个 take 的比呃，率？我忘记了，大概是1:5左右吧。但是有一些拍的很好的，比如说特别是像有一场戏啊，就是张学友跟那个Karina 他们在树底下，在一个树底下那个好像跟他表白有一些 attention 那一场，就是一次。就拍了一次，导演就 OK 了。对，我记得那场特别紧张，因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要摇，看什么时候摇到哪一个演员。哇，万一摇不到怎么办？就是他 miss 掉他的戏这样。但是那场戏也很好玩。本来导演是你看到最后那场戏最后那个镜头是一个树在前景，本来导演想要在那个树上面拍整场戏，但是我看到那个树上面其实是阴影，但是那个墙上那个白墙上面，它有那个树影在上面一直在动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增加那个戏的感觉，所以我就
建议，导演也接受了，就把两个演员靠到那个墙上面，靠到墙上面呢，然后 Karina 她自己也很聪明，她就利用那个墙啊，开始的时候就按着那个墙踢啊，就好像心里面有点愤怒啊，然后那个拍他们的戏的时候，那个墙的树影也帮忙在摇晃，啊，就对，这那场戏也很好玩，因为那个时候录音你也是做录音嘛，对对对啊，对那个时候是，，Nagra，对。就觉呀 Nagra 呀，对，是台湾的杜笃之先生他们的团队来录音，他要求很严格，因为他也是得奖很多的那种录音师。然后呢，他就是他录音的时候呢，他很严格，他要求我们在现场那个家里面都要做2层玻璃，因为香港很吵嘛，很 noisy，他做2层玻璃，不能打开窗户，那个空调要关掉。我们夏天拍，然后哇，就很热，热到梅艳芳哇。受不了在那个厨房的戏，厨房小小的，就拍完那场戏，我记得他隔天就不能来生病。Christine 觉得那个2024年就是现在的电影的生态有什么不一样？对我来讲，以前你写剧本用手写，用钢笔写，更之前用毛笔写，现在都是要打字，你一打错了，他马上告诉你啊，新的头脑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告诉你这个字不应该改。所以一个创作的人呢，现在是我大部分70%是依靠技术方面。30%是自己的能力，不像我们那时候是90%要自己的能力，对每一方面都要了解，灯光啊、设计呀、音乐呀、录音啊、导演啊、剪辑呀，都需要了解。现在是工作分得非常非常开呀，这个做这个，这个做这个，这个做这个啊。没有办法，这是科学的问题，我不能把科学往回拖。人呢，现在当然是一个好事情，现在大家可以拍电影，大家都可以用的效果。不过对这个创意的能力就不同了，这大概很少有人拍许鞍华这种片子了，因为用头脑，用那个美学。有的地方的年轻的导演呢，应该往后走，看那代那个时代的计划是什么样子，因为速度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速度对钱是好的方式，不过对美学是特别可恶，速度不一定可以解决很多对美学的问题啊，我嗯。这样看法的呀。